美国战略重心转移亚太，剑指中共。美推法案保护国土与基建，阻中共扩张。星岛日报成为外国代理人，美反击中共大外宣。旅美博士三退自救，误成中共替罪羔羊。打倒中共恶魔，征签留言精选。退党数据解析，三退总人数已达38303300751人。退党声明精选，做一个干干净净、纯纯正正的中华儿女。退党一公新生，本期人物韩雨琦。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退党洪流，我是瑞丽。最近中共强势地出台了一系列的打压民办教育和节制资本等政策，更是提出了所谓的共同富裕口号，使许多人深入了解中共邪党历史真相和本质的朋友，很快的就意识到其新的一轮的大面积掠夺即将开始。震惊之余呢，很多的民众也在思考，乱世之下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保护自己。中华大地古称神州，曾经人神同在，静颠重德的5000年神传正统文化源远流长。儒释道的信仰是社会的根基，深深地根植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流淌在我们每个人的血液里。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共政权系统地破坏了这一切。今天绝大多数的中国同胞在走过不同的生命历程当中，许多曾经有意或者无意间发过的一个毒誓，即加入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发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并且为其事业奋斗终生。许多人都觉得呀，是被动的，甚至是被迫的，并非真心所为。又或者是生活需要、生存需要，走走形式，何必当真呢？然而在传统的东西方文化当中，人发的誓约是真实而有记载的，是需要兑现的，人们要为自己的生命和行为负责。中共是西来幽灵，它的精神来源是其共产主义鼻祖马克思。然而马克思的确是一个真实的撒旦教徒，他是反神和敌视传统，推崇毁灭的。当人们举起拳头向中共宣誓的时候，实质上就是把一个毒誓发给了撒旦，不惜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那么他就会利用着这一点恶毒的所谓名正言顺的伤害和杀戮，掠夺人的一切。自古以来，邪不胜正，一正压百邪。创世主宏大的慈悲在呵护着人类，给予着善良的人们一次又一次救赎的机会。发自本性深处的一念，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神佛就会帮助人们解除邪灵强制的受印和契约。在我们的世界里，恶魔就会被解体和销毁，铲除的时候，源自本性的善良和光明自然就会得到神佛的护佑，平安美好，遇难成祥。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本期的退党红事。在经历了20年的战争之后，今年4月，拜登政府宣布美军将结束在阿富汗的驻扎，8月31号是最后的撤离日期。美国总统拜登早前表示，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是正确的，并称中俄才是真正的对手。美国总统拜登早前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 ABC 独家专访时，被问到中共讥讽台湾不能依靠美国时，也对此事首度公开表态。拜登表示，阿富汗和台湾、韩国、北约之间有根本差异。美国与这些实体达成协议的基础，不是他们内部发生内战，而是当地有个团结政府，防止坏人对他们做出坏事。拜登强调，美国对北约创立条约第5条做出神圣承诺，如果任何人侵略或对北约盟友采取行动，美国会做出回应，对日本、韩国和台湾也一样。这根本与阿富汗无法比较。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以后，各国越发认识到中共的威胁，并联手遏制中共。从8月2号到27号，美国陆海空军及陆战队联合英国、澳洲和日本军队举行2021年全球大规模演习，是冷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演习之一。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霍姆斯分析，海军和陆战队的联合演习是在向中俄等敌对国家预告美国的能力。
这在西太平洋地区尤其重要，因为美国希望阻止中国占领台湾。8月28号，美国航母卡尔文森号抵达日本横须贺基地。目前，美国和英国共有3艘顶级战舰集结西太平洋。外界认为，这是针对中共的频频挑衅发出警告和恐吓。大纪元时报报道称，这3艘航母战斗群及其护航舰的火力比大多数国家拥有的整个舰队都强。每艘驱逐舰上要携带上百枚舰对空的导弹，另外呢还有护航的核潜艇。核潜艇呢，它携带的是洲际的巡航导弹，这种导弹射程都是5000公里以上，而且呢可以携带核弹头。所以这个军事力量的聚集在西太平洋上，打击范围完全覆盖中国大陆，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军事力量。福布斯新闻报道称，美英这3艘顶级战舰的集结是对中共发出的警告和恐吓。美国为什么把这么大的力量摆在西太平洋，摆在中共的门口？我认为呢，就是一种战略威慑。美国显示很强大的军事力量威慑中共，是让中共老实一点，是这个目的。但是真打起来，这个力量是可怕的，非常厉害。我觉得中共是抵挡不住的。中共海外扩张的野心引起美国的警觉。德州日前通过立法阻挡一起具有中共军队色彩的企业家买下美军基地旁的13万英亩土地的投资案。美国参众两院正在推动相关法案，旨在阻止中共在内的敌对政策得到美国的土地或房地产。德州通过的孤星基础建设保护法案已于6月18日生效。法案规定，禁止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等特定国家的公司涉入德州的关键基础建设。曾在德州参议院作证的海曼资本管理公司创办人凯尔·巴斯目前接受英文大纪元专访，介绍作证时提出的中国商人的德州投资案。这名商人叫孙广信，是中共退役军官，现任新疆广汇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主席。其在美国的子公司在德州的美墨边境重要的美军空军基地旁买下13万英亩土地，打算兴建蓝山风力发电厂，但那里的风力并不大。I investigated and realized that我调查后发现，如果从1到10来打分，这个在美国与南德州区域的风力资产价值大约是2分到3分之间。如果我和你要投资购买大型风力涡轮机的话，我们绝不会在这个地方建风电场。蓝山风电场完工后就能连接德州电网，这将提供中共接触和攻击美国电网的机会。不论是中共将军、朝鲜将军、伊朗将军，还是俄罗斯将军，都因被阻止在我们最繁忙的空军训练基地附近购买地产，并直接接入我们的电网。巴斯说，蓝山风电场还扩建了一条估计有1万英尺长的飞机跑道，很像中共在南中国海岛屿上修建的跑道。当时中共声称永远不会用于军事，但后来却依次部署了导弹和战机。巴斯认为这值得警惕。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报道，8月23号，美国司法部确认美国《星岛日报》已经登记为外国代理人。美国各个中文媒体和部分的英文媒体都报道了这条消息。美国司法部的文档当中已经确切地注明，星岛新闻集团被外国政府和外国政党或者外国实体拥有。美国政府除了指令中共官媒派驻机构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又把实际受中共控制的《星岛日报》指定为外国代理人，说明美国政府对中共大外宣渗透和侵害美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星岛日报》这样以非官方面目遮掩的媒体，比明火执仗的中共党媒危害更大。据在网上广泛流传的一份资料，美国各地数十家地方性中文报刊都受中国驻美国使领馆的资助和控制，成为使领馆在当地华人小区的代言人，中共大外宣的组成部分。本世纪以来，由于美国历届政府对中共采取绥靖政策，中共大外宣已尾大不掉。如今的美国很难找到不接受中共利益输送、不被中共影响甚至控制的中文媒体，包括来自台湾的媒体。美国认定《星岛日报》为外国代理人，表明美国对任何中共大外宣的媒体都不再容忍。
星岛日报在港府推动基本法第23条立法及港版国家安全法时，都刊登文章表示支持。美国自川普时期已经着手反击中共的大外宣影响。去年2月、6月和10月，美国国务院分批将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环球时报、新民晚报等15家中国媒体认定为外国使团。被指为外国代理人的星岛日报，今后不但每年要向美国政府报告其资产与财务状况，而且其记者将不再被允许到国会、白宫等重要国家机构采访。美国的星岛日报其母公司香港星岛日报是商人胡文虎1938年创办。2001年，香港亲北京商人、中国政协常委何柱国购得星岛日报51.4%股份。星岛日报便由胡文虎创办时对中共绝难妥协的报纸，变成亲共报纸。2021年6月，何柱国将星岛卖给大陆商人郭英成、郭晓婷父女。星岛日报又由亲共报纸变成中共控制的报纸。美国星岛日报是香港星岛新闻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旧金山湾区，星岛是当地亲共侨团的主要支持者。星岛日报及其所属星岛电台、星岛电视报道的内容，反对美国所有不利于中共的对华政策，支持中共所有损害美国的政策，封杀所有批评中共的声音。星岛在中共对美大外宣中起着中共官媒派驻美国那些机构起不到的作用。居住美国的香港商报前助理总编辑龙振阳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说，美国星岛日报是比较公开的中共地下党，承担中共统战部的功能，对美国华人小区做统战工作。美国的一些中文网站报道美国司法部将星岛日报认定为外国代理人。网友在文章后面跟贴，星岛一点也不冤枉。林晓旭博士是美国病毒学家，前美国陆军研究所病毒系实验室的主任。近日，他在接受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共政权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一直对中国的老百姓实施着各种各样的镇压。中共一直在撒谎，他的谎言就是一个套一个，从来都没有停过。林晓旭博士曾参加过1989年的学生运动，6·4镇压时，他就在天安门广场亲眼目睹了中共的坦克把年轻的学生碾死。他说：“对我来说，这当然是无法忘记的一个非常非常惨烈的一个历史的见证。那么他在之后的几十年吧，30多年里面，还是不断的重复着各种各样的谎言。那包括对中国国内的律师的镇压，对法轮功纪律的镇压，对地下教会的镇压等等。”林晓旭博士表示，在目前阶段看，国际社会中中共是非常非常的孤立。中共政府所结交的朋友只剩下塔利班、伊朗、北韩等极少数的集权暴君或国际上的恐怖组织。中共肯定是会被整个国际社会所唾弃的。任何国际社会上正义的力量这个有正常的民主体制的这个国家都不会和中共为伍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国际的大的趋势，大家都在抛弃中共。在这样动荡不安的历史关头，林晓旭说：“要抛弃中共，看清楚中共，那么你才有可能将来中共被清算的时候，你不成为一个替罪的羔羊啊！就像文革结束的时候，有多少中共的这些公检法的官员也都被枪毙掉了，因为他们也是中共的帮凶。”林晓旭特别指出，3队保平安实际上就是一个转折点。也有一些我的朋友在国内的，他就觉得哇，3退以后呢，他再去看过去的这些教科书，还有看现在的这个报纸的话，他完全有一个不同的感受。他就发现自己被蒙骗了非常非常久了，在中共的体制下没有办法呼吸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一种觉醒的感觉吧。林晓旭建议说，赶紧做3退，因为这种声明来说，就是你从自己的内心的深处跟中共决裂，这个是自救的过程，自己灵魂自救的过程。有了自己灵魂的自救，然后才有其他的整个社会的分歧的好转更多的人退出，才能带来社会分歧的好转。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在2020年6月份发起打倒中共恶魔的网络征签，征签网站上提供了超过29种语言版本。截止到目前，已经有超过150万人签名响应。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国至少30多个国家的民众在网络征签上纷纷的签名和留言，发表对于共产协党主义理性和清晰的认识。这些留言是生命对于中共协党重新认识后，要求终结中共最彻底和最正义的声音。中国是历史上最古老、最具韧性的文化家园，因此他们本应在对待自己公民这方面起到表率作用，但相反，他们却贬低了个人价值，同时表现出对整个人类的蔑视。中国人的祖先应该会希望自己的人民摆脱独裁者和暴君的魔掌，人民应有权选择没有束缚和恐惧的生活。当今人类应该以和平与爱休养生息，我期待那一天龙的传人成为我们世界中幸福的一员。托尼，美国。完全同意你们，这太明显了。中共就是我们地球的威胁，却没有任何针对他们的制裁。我们的政治家们应该感到羞愧，是时候改变现状，进入真正的民主了。法国，保罗。推翻全世界共产党人的罪行，解体中国共产党，把政府还给中国人民，让我们把斯大林、胡志明、毛泽东等世界寡头送上国际刑事法庭，以种族灭绝罪审判他们，让人类对共产主义保持警惕。宾，越南。自从2004年11月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以来，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网站上发表声明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及其附属组织共青团及少先队的人数每天都在持续的上升，遍及中国大陆以及华人世界的各类职业和人群，至今已经达到383300751人。自2004年11月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以来，即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良知觉醒运动三退大潮。至2021年9月9日，在全球退党中心网站发表声明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及其附属组织共青团、少先队的总人数已达 3.83 亿人，占中国大陆人口总数的 27%。也就是说，目前每4个大陆人中不止1个发表声明退出中共协党组织。如果考虑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与未曾加入过中共协党组织的人，与中共不相关的人就更多。参见图表。在波澜壮阔的三退大潮中，总人数突破1亿大关用了6年8个月，突破2亿大关用了3年8个月，突破3亿大关只用了35个月，不足3年。截止目前，记者发稿时，三退总计人数为38330万751人。自从2004年以来，每天都会有大量的民众在全球退党中心网站上发表三退声明，声明退出中共及其附属共青团、少先队组织。如今，在天灭中共的红势引领下，全世界全面清理共产邪恶主义毒素的洪流中，各国纷纷联手反击、追责、围剿、解体中共的大潮中，人们对于共产邪恶主义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这些声明是生命重新觉醒、重新获得新生后最真实的声音。本人郑重声明，从此退出中共协党。本人从事教育行业已经有很多年了，但从未像今天这样对中国共产党如此厌恶。当年我怀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之情，投资了一所民办学校，想解决湖北红安当地留守儿童的读书难问题。学校在建设初期，我和我的合伙人就经常被当地的一些贪官骚扰。我们不仅要请他们吃饭，还要去他们家送礼拉关系，不然的话，这些贪官就会动用一切资源来阻碍我们学校的建设。当然，凡是在中国投资做项目的人，大概都懂这些潜规则。说白了，也就是你必须跟共产党的贪官们有勾结，否则你的项目根本无法进行下去。
学校建成并招生后，起初一段时间运营的还算不错，随后就是当地教育部门、建设部门以及其他各个部门的官员经常来我的学校访问，他们总是打着访问的幌子来我们这里吃拿卡要。虽然我的民办学校并不是以盈利为目的，但长期被他们这样折腾，我们也挣不了多少钱。后来我的学校还必须要设立党支部、校团委、党员活动中心等部门。这2年学校还必须要搞党建，在各个角落贴满宣传共产党的洗脑标语、口号等，而且上级部门还经常要来检查。干这些事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是我们为了让学校运营下去，也必须勉强这么做。前不久，中共突然对教培行业进行疯狂打压，我的民办学校也受到不小的影响。我们学校很多教师也受到有关部门的不断骚扰，这个暑假他们不敢再给学生补课。教书育人自古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今天被中共祸害下的社会，教育培训行业变成了黑恶势力，要跟黄赌毒画上等号了。这不得不说是人间的悲剧。最近共产党又提出共同富裕的口号，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历史上中共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看来中共是打算再一次开始抢钱了，抢劫国内这些有钱人的资产，来给共产党高层的这些利益集团瓜分。可以说，共产党现在已经是人类最大的毒瘤了。如果这个毒瘤继续生长，将会对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国内很多人被共产党长期洗脑，总是以为现在吃饱了、穿暖了是受共产党所赐。其实，人们之所以能吃饱穿暖，恰恰是因为市场经济和国际自由贸易，以及中国老百姓的勤劳，跟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我当初年轻无知，被人骗了，加入了中共，现在感到十分后悔。本人决定从此退出中共邪党，并希望中国共产党这个史上最大的邪教组织早日灭亡。声明人胡春森，2021年8月21日，湖北红安。觉醒的中华儿女。我父亲是一位老党员干部，他曾说过共产党净搞假的。我曾经开过的小型私企受11个部门管理，其中有10个部门是要钱的，深感共产党的邪恶和经营的无奈。前些天朋友多次劝我要退出中共邪党组织，但是自己没有完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今天又有另外的朋友跟我讲了法轮功的真相和远离邪恶的好处，所以今天郑重决定退出自己曾经加入的党团队组织，从内心深处彻底与这个具有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和种族灭绝罪的邪恶组织脱离关系，做一个干干净净、纯纯正正的中华女儿。声明人朱医生，2021年8月27日，中国吉林。来自中国吉林的韩雨琦于2008年到新加坡留学，2011年来到美国的旧金山攻读硕士学位。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他，在课余时间到旧金山景点给中国的民众讲清真相。2012年毕业之后，在工作之余，他在周末依然坚持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来美旅游的民众传播法轮功被迫害的真实信息。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聆听他的心路历程。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哈维，我是一名法轮大法的修炼者。我是从96年的时候和我的父母一起修炼法轮大法的，所以到今年呢，已经修炼了25个年头。那么今天呢，我主要是想和大家去分享，就是我们一家人在这么多年，特别是在来到美国之后，做三退给中国大陆人讲真相中的一些体会和一些感触吧。那么我是在2011年的时候来到美国的，我的父母呢是在随后1年之后他们来到美国。那之后呢，他们来到美国也没有去找一份工作，他们就一直在景点呢在讲真相。
我们来到美国呢，就在旧金山落脚，所以他俩从2013年的时候开始，就一直到旧金山的渔人码头去讲真相。那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呢，也发生过很多故事，包括旧金山呢，来过美国的朋友可能就都知道，就是旧金山的天气和其他的地方差异很大。那边呢被称为说是夏天最冷的城市，那边夏天的大概平均温度也不会超过20度，所以在那边，特别是在海边讲真相呢，就是风很大。那么加州呢又出现就是紫外线非常强，所以他们在那边呢，一是海风特别强，二是呢就是紫外线又特别强，所以两个人都晒得很黑。衣服呢，甚至是这个黑色或者是蓝色的衣服晒成了深红色，这种他们就是这个衣服已经这种晒变红的都有很多件。我呢在湾区工作，我们3个人就靠我一个人支持我们3个人的生活，然后他们2个人就是每天都到渔人码头去讲真相。那这么多年来呢，因为我工作的原因，我也很少能够真正的就是亲临第一线去讲真相，也是只是偶尔的周六周日去跟他们一起去上景点。那平时呢，我主要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些后勤上的支援，做一些我自己能够帮上忙的力所能及的事情。那在渔人码头呢，他们每天会有很多人三退，所以这样呢，在三退之前呢，每天我要帮他们去准备三退的名单，然后呢，在三退结束之后呢，我也要帮他们去把这些三退的名字都能够在三退的网站上去进行三退，及时的去生成退党证书，然后让这些众生们呢也是完成他们的这个退党的这个心愿。在整个过程中呢，我们就是也是积累出了一套方法，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名单生成的最快，然后方便他们的使用。我们做三退的这个名单的目的呢，也是为了说，其实您任何人呢都可以去三退，自己退也是同样是可以，但是我们主要考虑到的是，在中国大陆，包括也是在海外，如果您用这个真名去退呢，会有一定的风险。如果您觉得我无所谓，我认清了中共的邪恶，那么您用真名三退也可以。但是如果您是化名三退，只要诚心，同样的有效。在整个9年多的这个讲真相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逐渐的看到了中国大陆民众的觉醒吧，也是包括对这个中国共产党邪党政权的认识的越来越清楚。那比方说在这个近几年屡次出现的这些天灾事故中，特别是在这几天出现的这个郑州的水灾中，我们也是在最近的这个讲真相的过程中碰到了一些民众，然后也碰到了一些留学生吧，他们对这个郑州水灾的这种反馈，他们也在海外知道一些信息之后，感觉到这个信息和在中国大陆分享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也都一点一点的在认清这个中共的邪恶。那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发现大家在明白了这些中共做的这些坏事之后呢，也更加的愿意去三退，也跟他们去讲起来之后，他们也非常的痛快，就是越来越积极吧。也是这么多年，我们法轮功学员在揭露中共的这个迫害中，做出的这些努力，大家都是做得非常的辛苦，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不管是中国大陆的民众，还是在海外的中国同胞，都能够知道中共的邪恶，然后让大家能够认清，能够早日退出这个邪党的组织。在2012年春季的时候呢，我们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呢，还碰到很多的民众，特别是一些年岁大的人，他们谈到了就是回国的问题，大家心里头，因为在国内都有亲戚朋友嘛，然后也就都很着急想回国。可是经过这个
多重的这种信息了解到之后呢，发现这个在中国大陆这个隔离呀，包括很长时间的隔离，超过1个月的这种隔离，耗费了很多的金钱呐、时间，所以说回一趟中国也非常的不容易。而且大家就是普遍讲到的是说这个花钱很多呀，要隔离这个事情，所以也都讲说这个共产党草菅人命，就是收很多的钱去痛宰人家一把这个事情，所以在海外的这些人听到也非常的气愤。所以我们在跟这些人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大家也都说这个共产党太邪恶太不好，他们也是说要给我们弄的就是我们想回国吧也回不了，所以我们正好就在这个机会就跟他们讲说，那你看你认清了这个中共的邪恶，你也切身体会到了，那你如果没有三退的话，那你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赶快三退呢？所以他们也就都很欣然的去接受。最后我想特别对中国大陆还没有三退的同胞讲，这个历史走到今天呢，中共邪党的这个邪恶呢已经被绝大多数的人看清，你也应该抓住这个时机去了解真相，像法轮功学员在明慧网上或者是在大纪元上去了解真相，早日退出中共的这些邪党组织。那么三退呢，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三退保命。那当中共被淘汰，当神佛要惩罚中共和恶人的时候，您不会成为中共的殉葬品。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一期的退党洪流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支持和收看。如果您想联系我们，或者呢是想发表自己的反馈和意见，请您在视频的下方留言，或者请寄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tdhl0808@gmail.com。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了。